这里是云南的抚仙湖，离昆明60多公里。昨天住在了抚仙湖边的月亮湾，今天准备环湖一周。抚仙湖的东边有很多的湖边栈道，湖边布满了芦苇，非常漂亮。这是我非常喜欢的雷佳演唱的《芦花》。飘逸着的金黄的芦苇和抚仙湖深蓝的湖水，经常有人把抚仙湖和泸沽湖、洱海相比，当然相比于另外2个湖，抚仙湖的知名度非常的低。今天就带大家走一走抚仙湖的几个主要景点儿。这里是抚仙湖东岸的仙湖湾景区，免费的。抚仙湖的湖水湛蓝湛蓝的，像海水一样。这个景区虽然是免费的，但是拍照还是比较漂亮，有很多绿草坪，有金黄的沙滩，有一些拍照的道具。湖上的礁石可以涉水而过，相比于昨天收费30元的月亮湾，这里简直好多了。我甚至怀疑昨天的月亮湾为什么要收我们每人30元的门票。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星空小镇，这个小镇位于抚仙湖的南端，算是一个3A 级的景区。景区里最显著的一个建筑应该是个售楼中心。显然，这个景区是由旅游地产拉动起来的。上去看一看。很漂亮的白色建筑，在这边可以登高望远，可以休息，可以娱乐，都是免费的。这个免费的大滑梯还是挺刺激的。这下面就是售楼中心，进去看一看，这里的房子多少钱？
这个位于虎仙湖畔的星空小镇，应该是一个高档住宅区，有很多的别墅。看来抚仙湖虽然目前落后，以后的定位一定是往高端发展。问了一下这里的房价，目前是12000到25000每平米。现在来到了抚仙湖的西岸，这边相比于东岸，游乐风景区更多一些。远处的岛是孤山风景区，上面有不少金碧辉煌的寺庙和亭台楼阁。抚仙湖环湖一周大概100公里，大概有7、8个小的景区。最重要的景区就是我们前面要去的陆冲风景区，也是抚仙湖的4A 级景区。陆冲风景区湖边有很多的金色沙滩，有非常多的游船。我想如果不是因为疫情，这里应该游客很多。湖上的蓝色游船在碧蓝的湖面上映成得非常漂亮。今天湖面风浪不小，远处的山也是这里的主要风景，笔架山。这里的湖边也有很多的摄影基地，可以免费为游客拍照取小样。现在开始爬笔架山，感觉全国有不少的小山都叫笔架山吧？你知道的笔架山有哪里的呢？在这里登高望远，景色非常的秀美。前面有个小亭子，叫碧波亭，这是半山腰的。继续往上爬，水天一蓝。从这里看抚仙湖，真的非常的蓝。这是这2天同行的2位小妹妹，胆量不小，爬上了悬崖。远处的寺庙是观音寺。这个寺庙也几乎是笔架山的最高点，上面还有一个小亭子，
看下面星星点点的游船。这个笔架山爬山的难度不大，10几分钟就可以爬上去，所以到这里一定要爬这个笔架山。特别喜欢下面这些小游船。现在开始下山，又回到了湖边。因为季节的缘故，有几个景区不是最好的季节，所以省略掉了。比如几个湖边的旅游小镇，还有樱花谷，还有一些寺庙等等。总体来说，这个抚仙湖跟泸沽湖还有一点点差距，跟大理的洱海相比，它的游览丰富度还稍微欠缺一点。不过感觉这里作为旅游地的潜力还是非常大的，因为从昆明到这里只有50-60公里的距离，交通也还是非常方便的。所以如果你已经游览了昆明周边的很多景区，这个地方可以作为你下一次的打卡地。结束了抚仙湖的环湖之旅，我们开往了普者黑。普者黑离昆明大约300公里，到达普者黑已经天黑。普者黑作为一个热门的美丽风景区，有很多的民宿，我选择了这个别具特色的一个网红民宿。目前因为淡季，老板给我升级了一个观景的房间，非常满意。明天请期待我的普者黑之旅吧。猜一猜，拉开窗帘你会看到什么？明天我们不见不散。入夜将微凉，繁花落地成霜，你在远方眺望，耗尽所有目光，不思量。这里是云南的普者黑景区，自难相忘。这里拍过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。遥遥桃花凉，前世你曾设下这一海情茫茫，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。都是家乡。这里最美的季节是6月，但现在也有桃花朵朵。思念成河，化作春泥呵护着我。浅浅岁月覆满爱人袖，片片芳菲如水流。今天睡了个懒觉，睁眼天已经大亮。看看窗外的风景，怎么样？这个普者黑村的网红民宿还可以吧？民宿的后院就是普者黑景区。你知道普者黑是什么意思吗？普者黑是彝族语言，盛满鱼虾的湖泊的意思。所以这里的村子是彝族村庄。湖边还有一片油菜花田。吃过了早饭，准备去爬这里的青龙山。青龙山是普者黑的主要景区之一。目前普者黑的所有景区都是免费的。青龙山是从高处看普者黑最好的地方，尤其是日出和日落时分，
登山看景色非常的美。青龙山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，看看山上的岩石。这个青龙山栈道走一圈大概要40分钟，其中会登上2个小山头。别看山不高，登起来还有点累。这里已经可以看到扑着黑的一些景色了。看看下面，湖面上镶嵌着很多小山包和小村落。继续往上爬。这里是一个观景台，是看日落的地方。多美的景色呀！其实这个山不高，所以我决定再过来看日落或者日出。因为这个山头是360度的，所以既可以看日出，也可以看日落。我手指的地方就是我住的民宿，只花了200多块钱升级了一个270度景观大床房。这也是我教给大家以后订房的诀窍。网上订一个普通价格的房子，到现场去问可不可以升级。其实现在很多酒店和民宿都这样做。现在从山上下来了，接下来准备去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拍摄地。花开39酿成了回甜，人在梦外之梦雪化成了青藤。这个是那英演唱的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。这里是通往桃花圣地的路上。人原来不敢相逢，穿过这个山洞就可以到达十里桃花。只恨瞬间花落，发黄相隔，四海在胡歌，看似生契阔。有传说，此句写在你眼底，你只有我。昨天有网友说看不到我的背影，今天我就让同伴给我拍了几个背影。若情可得，穷尽了三生三世寻相思轮廓，分分合合不错过。在这里犹如进入了桃花源。忘情三生遗憾。马西走，别把你看在这里面留下来，别把你看在这里面留。接下来我们来到了仙人洞村，在村口遇到了一个有趣的马车大爷。他说只要10块钱就拉我们玩一圈。你没有听错，
一辆马车一共10块钱，整个村子转一圈。于是我们4个人坐上了马车。老大爷开着自己车上的音响，又唱又跳，真是一位可爱的大爷。从村头到村尾大概2公里，到了湖边，我们下了车，准备徒步返回去。这个仙人洞村曾被评为全国的10大最美乡村，也是一个彝族村落。带大家走一走这个彝族村落。这个村落有非常多的古建筑，现在绝大部分都拿出来做民宿。这个仙人洞村和普者黑村是2个不同的村落，显然这个村落显得更加富裕一些。感觉这里的民宿也更多，建筑也更有特色一些。所以如果你来普者黑旅游，也可以选择这里居住，感觉这里更便利一些，因为这里更加商业化。当然，如果你喜欢更加原始古朴的村落，普者黑村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就像我住的民宿，非常安静，就在景区。看看仙人洞村的这个民宿，也挺上档次的。是不是有一种到了丽江、成都周边的一些古镇的感觉？怎么样？这个村子虽然有一些商业化的气息，但也还是不错的吧？这里的民宿普通的也只有100块钱左右，当然旺季可能就要贵一些了。来普者黑景区旅游，交通还是非常便利的，高铁直达，从高铁站到普者黑也有直通车。目前的景区是免费的，但是如果你自己来，没有交通工具，景区的交通车需要付费。如果你自驾来，按照要求把车停在指定的地方，也可以顺利的旅游。整个普者黑景区面积还是挺大的，大概有7、8个比较不错的小景区。我今天去了3个最重要的：青龙山、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和这个仙人洞村。如果你夏天来，在普者黑泛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湖面上万亩荷花非常的漂亮，但是现在没有荷花，所以我也就没有坐船。这个就是仙人洞村的普通老人。本来想傍晚时分重新登上青龙山，可惜天气变得阴沉起来，看来今天的日落是看不到了。这个是情人桥，对面的山就是青龙山。真的太可惜了，今天看不到日落了。希望明天早晨是个晴天，如果晴天，我就要去爬山看日出。桥下正好有一些人乘坐竹排。这个就是情人桥。
怎么样？通过我对铺设黑的介绍，你对这里感兴趣吗？以我的经验判断，这个新进的5A 景区很快就要收门票了。所以，如果你喜欢，就抓紧来吧。明天准备去坝美，那又是一个真正的世外桃源。